大家好，首先祝各位新年好。2020年到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3年，在新冠疫情、西方对中国的打压和制裁、全球经济不景气及各种战争的阴影下，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如以前好。希望来年，也就是2024年有所改善。也祝各位及家人身体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人深有体会，这太重要了。我在微信或抖音朋友圈都没有发圣诞祝福，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更不会信仰西方的宗教，所以我不过圣诞节。试想，如果一个德国人在他德国朋友圈里发春节祝福，人家对他有何感想？对我来说，中国的春节其实才是新年的开始。元旦虽然也是新年，但它在我心目中的分量远没有春节的重。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好像在我老家广西，元旦除了有一天假之外，几乎不怎么重要，几乎没有人去放烟花。而农历除夕的午夜，放鞭炮的、放烟花的，辞旧迎新，迎接新年是非常隆重的事，非常有仪式感。在德国呢，圣诞节最重要，然后便是元旦以及复活节。12月31日，也就是今天与元旦的跨年夜，德国人大放烟花，节年的仪式感满满的。但在德国，圣诞节及复活节就不会燃放烟花，大概可以这么说吧。德国人跨年夜的节年仪式感与中国出席迎接农历新年的仪式感同样隆重。这些年，因为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德国人知道中国农历新年，他们叫中国新年 （Chinese New Year）。但也有少数德国媒体或个别网友说，韩国及台湾等地区有过农历新年的习惯，所以他们说应该给东亚的中国新年正名为农历新年。估计这是降低中国影响力的措施之一吧，也是蛮拼的。疫情前，好像有不少国外的各种智库预测，中国在2027年、2028年在经济上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随着疫情爆发，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薅全世界羊毛，使得中美经济比重突然拉大。表面上，美国的经济更强大了。同时，过去1年，西方媒体各种中国崩溃论又此起彼伏。有的媒体说，中国经济永远无法超过美国，比如彭博社就这么武断。日本读卖新闻说，在接下来数十年里，中国经济都无法超越美国。最近，德国《信使报》刊登了英国某智库的新预测，除了特别看好脱欧的英国外，还预测中国经济要到2037年才能超越美国。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该报道。新预测，英国经济将超越德国，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令人惊讶的最新预测，未来15年内，英国经济将成为欧洲表现最好的国家，德国正在失去活力。根据一项新的远期预测，英国将在未来15年成为欧洲表现最好的经济体，并扩大对法国的领先优势。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测，到2038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稳定在1.6%至1.8%之间，帮助英国保住世界第6大经济体的位置。据本周二公布的预测，英国将摆脱长达1年的经济低迷，其特点是脱欧以及包括大流行病和高通胀在内的一系列冲击。英国经济增长快于欧元区。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一直受到生产力增长疲软的拖累。近年来，劳动力供应问题也不断涌现，这导致英格兰银行对英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持更加悲观的态度。根据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CEBR 的远期全球经济排名，英国的增长速度预计将超过欧元区4大经济体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但不及美国。英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非常强劲。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普什平辛格说，伦敦作为金融和咨询服务中心的地位依然存在，加上英国服务业的整体实力将推动英国经济增长。他说，英国脱欧对经济的影响要么被夸大，
要么研究不足。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该经济咨询公司认为，中国将在2037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新兴市场将赶超工业化国家，使全球 GDP 翻一番。到2038年，意大利将跌出世界前10大经济体，取而代之的是韩国。美国和德国的排名将下滑，而印度和巴西这2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跻身前10。辛格说，法国的表现将逊于英国，主要原因是其公共部门庞大且税率较高，而德国制造业的放缓将有助于英国迎头赶上。德国知识点评，虽然标题为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但通篇报道只有短短1句话提到中国，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标题党的嫌疑呢？难道什么报道都要提到中国才有读者关注吗？看来呀，中国总是有意无意都中枪呢。现在我们看看德国网友对此报道的评论。第一条评论：我还以为英国会因为脱欧而变得更糟，中国超美是合乎逻辑的。由于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原材料，这是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下一条评论：阅读提示：中国的奇迹年代结束了。民进在线报道，建筑工地的起重机停下来了，青年失业率爆炸性增长，国际合作伙伴纷纷背离中国。下一条评论：我已经读过一些相关报道，也从广播中听到过，尤其是关于年轻毕业生的失业或他们必须从事的非技术性工作的报道，甚至中国的建筑业也不再有增长率。然而，当工业进行投资时，他们会寻找产业基地优势，其中包括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当然还有庞大的销售市场，而中国拥有这些优势。在企业税收方面，中国并不十分有利。下一条评论：别忘了，中国是所谓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援助等等。拼多多海外平台、Temu 等此类平台几乎没有运费，没有限制等等。许多在欧盟被禁止的东西都在中国生产，而我们却乐此不疲地进口这些东西。我们的工厂正在被法规之类的东西摧毁。但中国真的贫穷吗？你好，亲爱的绿党恐怖分子们，你们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下一条评论：因为他们的政府里没有绿党。下一条评论：又是一个没看懂经济报告的人在发帖。原因是德国破旧的基础设施、固守旧技术、仇视外国人心理，简而言之，都是因为保守派基民盟及自民党的政策。下一条评论：几乎没有比德国对外国人更友好的国家了，否则为什么这里的外国人比例高达12.5%，远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7.8%？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德国更好地照顾需要帮助的外国人。说到破旧的基础设施，我马上就会想到核电站。德国这些核电站是世界上维护得最好的，但却被关闭了。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压住新技术、风力发电设备等等。从电价和经济来看，每个人都明白。下一条评论：我不想对你笼统地说德国仇视外国人这点视而不见。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清洁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给他们每个人10欧元小费，你不知道这些外国人多高兴啊！还有亚马逊送快递的司机们等等，每个人都网购了圣诞礼物，我很感激这些人。下一条评论：德国仇视外国人，你没病吧？在我看来，我们的前几届政府根本不仇外和反技术，本届政府更有可能因为去工业化政策而威胁到我们。下一条评论：欧洲大陆人必须为布鲁塞尔的那些拖后腿的蛀虫们工作，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长期的。下一条评论：英国经济超越德国，这个标题有误。根据世界经济排行榜 WELT 的预测，英国的排名不会超过德国，而是排名再次变化。是这样，德国将被印度和日本超越，从而从第3位下降到第5位，
而英国将从第5位下降到第6位。这份榜单显示的不是人均经济产出，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因此人口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下一条评论，要15年后，我不这么认为，会更快，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在精确地协调他们的行动，欧元将会失败，德国将会破产，这一点不需要你是金融天才也能看得出来。下一条评论，我的看法不同，即使德国的核心经济数据不是最好的，我们也总是能够将经济驶向增长。我认为其他任何事情都只是在看水晶球，我们不知道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下一条评论，找出错误吧。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是一家位于英国伦敦的经济咨询公司。如果您经常去英国，就会知道那里的基础设施有多破旧。下一条评论，真好，德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桥梁摇摇欲坠，道路施工地带随处可见，工程毫无进展，还有让人望而却步的德国铁路呢。下一条评论，大不列颠，我曾于2019年在这个国家度假，人民很友好，但国家本身却如此破败不堪。英国有什么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没有车辆制造业，既没有卡车，也没有轿车，机械工程、化工等都没有。在哪方面是世界市场领导者？根本没有。下一条评论，文章中说了，德国为这一领域提供的服务也多于工业部门，但遗憾的是，如果你形容英国这个国家已经衰落了，那么德国呢？或者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过德国了吧？下一条评论，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您说的是德国，但后来我意识到，在报道中，破败的基础设施、残缺的养老金和医疗系统，以及荒凉的学校和幼儿园都没有提及。毕竟，德国在这些方面也是领先的，税收和关税、犯罪、能源价格，未来2年内，德国还将有更多的变化。下一条评论，我一点也不惊讶，英国脱欧是正确的决定。我们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真相。经济共同体的总体构想是好的，只是欧盟的运作与构想大相径庭。下一条评论，你错了，我在英国接触过很多人，他们的境况都很糟糕，比脱欧前还要糟糕。我不认识任何支持脱欧的人。下一条评论，虽然这还很遥远，但我不会感到惊讶。就德国而言，红绿灯政府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下一条评论，我怀疑这更有可能是因为德国的自我毁灭速度比英国快得多。英国有语言优势，但英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毕竟该国在2023年初才勉强逃脱了国家破产的厄运。我预测德国正在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路上，我们已经为此创造了条件。教育和能源都被彻底搞砸了，在德国曾经领先的或者能够跟上的所有领域，一切都在没有外力强制的情况下被毁了。大公司要么分崩离析，要么追随意识形态。好，朋友们，本报道以及读者评论我们就翻译到这里。最后我想请问大家，表面上的所谓经济总量真的那么重要吗？况且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统计方法不一样，美国把很多东西都纳入统计数字，而中国不这么做。另外，美国仍然有美元霸权，尽管高通胀，但光通过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薅全世界的羊毛，所以导致了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比美国快，而且快得多，但中国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的距离反而拉大的奇葩现象。另外，中国的实体产业产出是美国的快1.5倍了，从钢产量、水泥消耗量、发电量、汽车销售量、新能源装机容量、各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从而创造了资产。全球各类工业产品中，中国遥遥领先的数据，
就可以看出，其实中国的实际经济总量或许与美国差距小很多，也可能早就超过美国了。只不过中国官方对此一直比较低调，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不想出头。还有一个因素是一个国家货币的升值，也会让它甚至什么事都不用干，账面上的所谓经济数据自动就上去了。比如2023年底，德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大家别忘了啊，今年德国的经济是萎缩的，唯一原因是欧元相对于日元的升值超过10%。你看，德国躺着就赢了，这样的领先不是自欺欺人吗？其实，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在玩数字游戏，自嗨而已，而中国人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而且大部分人从中获得了好处，比如完善、便捷以及老百姓负担得起的基础设施。我只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中国坐公交车以及坐地铁一般都是2元左右，有的可能3元、4元，而德国呢，它的价格折合成人民币是25元。其实，不管是原先西方机构预测的2027年，还是现在2037年，中国将超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都不那么重要。脚踏实地的发展自己的国家，人民得到实惠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中国保持发展势头，超过目前的老大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你们说呢？